3D 打印把耗材丝融化，一层层堆叠起来做出模型。这种形式属于增材制造。激光雕刻通过聚焦的激光实现对材料的切割和雕刻，属于剪裁制造。这次我打算结合增材制造和剪裁制造，做出一幅有趣的龙珠装饰画，回忆一下童年，记录分享一下。这是龙珠第一本漫画的封面，把这幅超经典的图拆成若干图层，激光雕刻机的激光头不断调整每个点的功率，逐行雕刻，平均每个木板都要雕1个小时左右。这样雕刻多层再堆叠，就能实现立体的效果。3D 打印的部分，我希望做一部分从书里浮出来的感觉，也就是模型的一半还是激光雕刻的2D 平面内，而最靠前的一部分保留为3D 打印。因为之前做过这个模型，所以确定好这个 2.5D 截面的位置，用一个截面直接把3维模型切成2半，只保留上面一半。整体想做一个木质感。3D 打印耗材也尽量选用了接近底板的浅木色和棕色，搭配黑白色来多色打印。不过这多色打印时间太长了，万一比例或者细节不对，那再重新打印可太伤了。先打印了一个单色模型做测试，比例没问题，开始做正式版。把雕刻完的每一层进行粘接，激光雕刻的木板能更有层次。等晾干的同时，把3D 打印的模型拆支撑。分享个实用小工具，在我做一些周期比较长或者有一定风险性的 DIY 的时候，我会用到萤石摄像头来帮我盯一下，它不需要接线接网，一贴就能用。日常开箱的长时间记录以及加工操作区有风险的设备，我都会用它帮我看着。像这种激光雕刻和3D 打印出来的零件，一些细节的位置可以用超声波切割刀去修一下，也是个非常高效的小工具。另外，3D 打印模型在做完之后，我习惯用热风枪稍微吹一下表面，可以增强模型的层间结合力。还有一些模型表面细小的拉丝，吹一下都会消失，但一定注意好温度和时间，避免模型受热变形。聊到这儿，这幅龙珠创意装饰画也就做完了，咱们一块看看最终效果。